好，小子。行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你未来嫂子，庆和，他就是我弟弟，周旺。现女友的亲弟弟，竟然是我分手了7年的前男友，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周旺。还真是一个大的惊喜啊！嫂子，你长得好像我的前女友啊！你的前女友？这个世界上长得相像的人的确很多，但景行是我的初恋。初恋？清河出身书香世家，他爸爸是大学教授，从小在国外长大。我们性格相投，相识不久就开始交往了。等待了7年，以周旺现在的态度，肯定会拆穿我假名媛的身份。原来嫂子是从国外回来的名媛啊！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前女友，她是个贫困生，当时1分钱要分成2份的花。总听你提起前女友，你很爱她。爱，我恨不得淡其血，食其肉。宝宝，如果爸爸知道有了你，不知道得有多高兴呢。周少，你那个贫民窟的女友要是怀孕了，你会不会娶她？不娶，有了孩子就打掉，生下来也弄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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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旺，当初明明是你玩弄我在先，你居然恨我！这么多年，我总听你提起她，这可不像是恨的样子。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太好了，怎么样？本少爷演得够渣吧？周少好演技啊！不过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啊？还不是我那个大哥找了个身世不好的大嫂谈恋爱，被我爸妈棒打鸳鸯，差点弄得生死离别。这就是前车之鉴呢，不得不防。不过有了这段视频，我爸妈肯定不会逼我和清河分手。周少好计策。我们分手吧，别来找我，这辈子再也不见。大哥，你是不知道，我那1穷2白的前女友追到我之后，结果玩腻了，毫不留情的分手消失。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时刻的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段愚蠢的过去。都是过去式了，不想说了。爸爸也该到了。大哥，我们去接他们吧。大嫂，你的妆容有点花了，我建议你去洗手间修补一下。我们先去接爸妈。周旺那么恨我，他肯定会向他父母拆穿我。只要被拆穿，就功亏一篑。可是我现在走了，欢欢怎么办？妈妈，欢欢，妈妈，今天上午欢欢和护士姐姐们学会了包饺子，等晚上年夜饭，妈妈回来和我们一起吃。不娶，有了孩子就打掉，生下来也弄死。欢欢的存在绝不能让周家人，尤其是周旺知道。好，等我回来。他都听到了。好久不见啊，前女友。看来什么也没听到。
放手！放手！7年前，你不告而别，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找我？周少在开什么玩笑？徐清河，当年是你死缠烂打追的我，结果把我玩腻了之后，毫不留情的分手、消失。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我有多恨你？你丢下我这7年，你不打算给我一个交代吗？周望，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我现在是你大哥的女朋友。当年分手我压根就没有同意，你马上和周锦行分手。爸妈，你们先坐，清河估计在隔壁洗手间呢，我去看一看。好。你和我哥在一起，不就是想嫁入豪门吗？你是我的前女友，如果被我爸妈和我大哥知道了，你觉得你还能嫁进周家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和我大哥分手，我就不拆穿你。当年是你不想要欢欢，现在为什么还要夺走他生存的机会？如果我不能嫁给他，救不了欢欢，那我宁愿去死。你就这么爱他吗？你明明当年最爱的人是我。清河，你好了吗？周望，你疯了吗？放手！亲我一口，我就放了你。我想你也不想让大哥看见我们这么亲密吧？骗你。小旺，你怎么在这儿？我和嫂子一见如故，进来当然是询问一下需要什么帮忙嘛。嫂子，你口红花了。爸妈到了，咱们出去吧。爸妈，这位就是清河，他父亲是任职于巴黎建筑设计学院的教授，他从小在国外长大，刚回国不久。叔叔阿姨，新年好！原来你从小是在巴黎长大。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和你叔叔在那里度假。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展，让人记忆深刻。阿姨可能是记错时间了，你们应该是5月份去的，那儿6月份就因故闭馆了。对对对，这人啊，年纪大了就是记性不好。锦行找到了相守一生的人，我们也算了了一桩心事啊。是的，是的。看看你大哥和嫂子，你也抓紧谈个对象。这大过年的，要是有2个儿媳，那该多热闹啊！是呀，就是。妈，你急我也急啊，但是这追人可是个技术活，我平时都是被人追，没什么经验。大嫂在大学那会儿可会追人了，要不你分享些经验给我看看。你怎么会知道？清河不是在国外读的大学吗？可能是国外比较开放，所以二少误以为我也是那样的人。但我刚刚就说过了，
景行是我的初恋，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所以也没有经验可以分享给到你。周景行是你的初恋，那我算什么？怎么了？饿了，喂它。一天天的没个正形。行了，这菜都上齐了，先吃饭吧。啊，来来来。你这臭小子，也不知道打个招呼。庆和，明天大年初一，宾朋们来家里做客，记得过来啊。好，嗯。妈妈对你今天的表现很满意。这是我们之前聊好的合作协议，金额是500万，我已经签过字了，你过目。没错，我和周景行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他不愿意被安排商业联姻，需要找一个名媛合作应对父母，而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才假扮名媛接近他。周先生，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怎么样？还顺利吗？顺利，也不顺利。念念，你现在回家去收拾东西，我们今晚就离开这座城市。怎么突然要走？事发突然，情况有变。我叫的车到了，晚上回去再跟你说。不好意思，上错车了。放我下车！谢谢和，你现在这么会演，当年表现的那么爱我，是不是演出来的？论演技，谁比得过你呀？什么意思？你真的以为仅凭编造一个什么教授父亲，假扮成名媛，就不会被戳穿吗？豪门中的人见多了人情世故，不是简单的背2句名媛话术就能够蒙混过关的。比起被拆穿后的难堪，现在立刻和周景行分开，还能保持体面。体面是你们上流社会才会在乎的东西。和我道歉就这么难？只要你跟我说你后悔当年抛弃了我，我就一定会原谅你的。我不后悔。许清河，明天不要去周家，周家来的那些人都是人精。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病，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欢欢，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如果妈妈当年没有执意生下你，也不会遭这么多罪。不是的，有办法的，一定还有办法。那个周望不是你相亲对象的亲弟弟吗？他们周家是名门望族，医疗圈人脉极广，只要他们肯帮忙。他如果知道欢欢是他的女儿，那我骗周家的事情
也就曝光了我跟欢欢承受不起周家的怒火。至少在欢欢做完手术病好之前，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那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我们还走吗？不走了，我要留下来。只要我跟周家大少结婚，那么周家的资源就能为我所用，救下欢欢，哪怕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你们家今年的装饰可真喜庆啊！你就是景行哥哥的未婚妻许小姐吧？恕我眼拙，这大过年的，许姐姐一身这么简单朴素，刚刚我还以为是家中哪个佣人呢。她就是差点与周景行联姻的楚晴。把我周家未来少夫人当佣人，楚小姐，你这眼神的毛病得治啊！你不是跟你爸和你大哥在一起吗？来我们夫人之间的茶会干什么？一群大老爷们有什么意思啊？还是这儿好，有热闹看。听说书香门第的名门闺秀，过年的时候是最讲究礼节，在大年初一这一天会以茶祈福，做迎春茶。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口福？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这茶才刚醒，还没泡开呢，怎么就喝上了？哎呀，哪有那么多讲究啊？等你这些步骤搞完，我都要被你渴死了。他从来没学过这些。这是我第一次在周家过年，这迎春茶本来就是要敬给各位长辈的，多谢楚小姐先向大家介绍了。阿姨请喝茶。新的一年，祝您身体安泰，万事顺意。好。许小姐家境不好吧？楚小姐这话什么意思？真正的名媛向来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养尊处优的。可许小姐手上居然有老茧，这不是穷苦人家才会有的吗？这些年，他都吃了多少苦？还有些底层人妄想通过名媛培训班假扮名媛，嫁入豪门，跨越阶级，无异于是在白日做梦。确实有不少未嫁入豪门的假名媛，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是啊，我听说去年张家小孙子就娶了个假名媛，闹得全城沸沸扬扬的，张家的颜面呀都丢尽了。许小姐该不会就是这类人吧？我父亲虽然是建筑系教授，但他在教育上也颇有建树。他从小便教育我，无论身份高低、贵贱与否，都是肤浅之人下的定论，让我千万别因鼠目寸光而失了礼貌。你说什么？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将人划为3、6、9等，这是封建毒瘤。我手上的老茧是我每日练习书法、弹琴而生。真正的名媛，并非脑袋空空、十指不沾阳春水之人。你敢骂我？撕烂你的嘴！真是不好意思啊，楚小姐，我没想到你除了目中无人之外，竟然眼睛还有点瞎。你个混蛋！你楚小姐，言辞刻薄，盛气凌人，楚家就是这么教养女儿的吗？哼，
幸好锦行没有答应和你联姻。伯母，我清河，你过来，把手给我。阿姨，您这是送我未来儿媳的新年礼。今天的茶会先到这儿吧，咱们下次再聚。是啊，你都有了个这么好的儿媳妇儿，下次咱们姐妹聚会的时候一定带上。那就这么说定了。好，两位阿姨慢走。你父母远在国外，大过年的家里没人吧？一个人回去多孤独。要不你就住在家里吧。妈，他还没进门呢。再说客房都被我占用了，暂时没有空余的客房。臭小子，你又乱说什么？订了婚就是我周家的儿媳，没有客房，那就和你哥住在一起。不行。怎么就不行了？你知不知道，他其实是我阿姨，那就叨扰了。不会，虽然订婚了，但锦行怕是还没忘记那个女人，得尽快让清河生下大胖孙儿。事发突然，周锦熙应该不会介意的。现在周夫人也算是彻底认可我了，但是这么贵重的镯子，还是要还给她比较好。周锦熙，为什么你放开？周望，你是不是疯了？这是你哥的卧室。我知道这是谁的卧室，从小到大，我哥就很疼我，我想要什么，他都会让给我，包括这间卧室。清河，清河，你知道吗？我好想你。我们已经分手了。没有分手，我没有同意。那我就还是你的男朋友。你不想和我哥退婚，是因为想让我们兄弟俩一起伺候你吗？周望。我大哥那个闷油瓶到底有什么好的？他知道怎么让人满意。他哪儿都让我满意，哪儿都比你好。是吗？那看来你是忘记我的好了。我现在就让你回忆回忆。看样子呀，这生米马上就要做成熟饭喽。是啊，夫人，你还担心大少爷不喜欢许小姐呢？要我说呀，他们两个恩爱得很呐。看样子要早些张罗结婚的事儿了。对，没错。妈，你们这干什么呢？你在这儿？那里边是谁？里边？
伯母，你们这是？刚刚我路过，听到房里动静很大，没什么事吧？就是我刚刚洗澡的时候出来差点摔了，闹出些动静，实在不好意思，伯母，没想到吵到你了。人没事就好。没事儿，这身上的睡衣有些冷，所以想找找看这里面有没有我能穿的厚些的衣服。啊，这衣柜里呀，全都是锦行的衣服。哦，让锦行好好给你找找。行了，妈，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好。明天我让王阿姨给你买几身合身的衣服。好。你就安心在这儿住着。刚好最近公司堆了很多工作，今天晚上我要在书房处理。早点休息。原来你现在喜欢玩这种情趣 play 啊？对啊，所以二少可得好好的享受享受。早，爸妈。我看，周旺，你这脸上的红印是怎么回事啊？昨晚睡觉，突然窜出一只野猫，估计是垂涎我的美色，抱着我的脸一顿啃，今早就成这样了。那这野猫占便宜的方式还挺特别的。野猫嘛，动作是比较粗暴。你也不知道小心点。王妈，去取药膏来，待会儿给少爷上药。是，夫人。王妈，你先下去吧，我自己来。好嘞。给我上药。二少只是破相了，难道手也残了吗？嫂子好冷漠呀，那我去找大哥给我上。你，我给你上。Falling head over here, looking for ways to let you know just how I feel. I wish I was holding you by my side.没事，吹吹就不疼了。徐千鹤，我原谅你当年的不告而别，只要你以后都好好的对我，好吗？大清早的，二少发什么异症？我给你2天的时间，你主动和周景行分手退婚，否则就由我来提。他真的逼你主动退婚？不是，这个周安凭什么？你跟他大哥的合作是为了给他亲生女儿治病。如果这个时候退婚，合作终止，欢欢后续的治疗怎么办？为了欢欢的心脏移植手术，我绝对不会跟周景行终止合约。
徐清河，当年是你死缠烂打追的我，结果把我玩腻了之后，毫不留情的分手、消失。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我有多恨？周望他之所以对我步步紧逼，不过是因为我当年甩了他，所以他想报复我出气吧。喂，阿姨。伯母，您突然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清河，来坐。清河，你知道周望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姑娘吗？阿姨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周望今年27，也老大不小了，这些年却一心扑在事业上，这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你是他的嫂子，眼光也不错，你能不能给他参谋参谋啊？原来是要给周望相亲。这些都是和周望年龄相仿的名媛，你看看。宝贝，你还有1天的时间。我绝不能终止合约，这是转移他注意力，让他没闲工夫针对我的好机会。伯母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哎呦，那太好了。伯母，周望哥哥今天真的会过来吗？会来的，待会儿你就能看到他了。庆和，你给周望打个电话，让他过来。哦，记得一定别告诉他是给他相亲。阿姨，你们年轻人啊，共同话题多，待会儿你就在他们中间努力撮合撮合，阿姨回去等你的好消息啊。我先过去了。许清河怎么还不退婚？他到底想怎么样？凯福酒店，方便过来吗？看来许清河是考虑清楚了，这是哭着要和我求复合。许清河，当初是你甩了我，让我苦苦找了你7年。如果今天你不哭着给我个保证，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终于想通了，打算怎么让我原谅你？周望哥哥，我就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相亲？你把我叫过来，是要给我相亲？是啊，周望哥哥，是伯母安排我们相亲，不过还要谢谢清河姐姐向伯母推荐的我。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
这位是林家千金林书月，林校毕业，跟你年龄相差3岁，挺合适的。没想到嫂子不仅演技好，还挺会拉皮条的嘛。嫂子，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就这么着急给我配对？周望哥哥，是我的性格或者长相哪里不符合你的条件吗？你喜欢什么样的？相貌我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整，性格我也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改。长相嘛，顺眼就可以。性格我喜欢人前清冷，人后粗暴野蛮，气死人不偿命的那种。你这要求未免也太刁钻了些吧？我前女友就那样啊。嫂子，既然要管我的婚事，那就管到底，以后就按这种标准给我找。周望哥哥，清河姐姐，周望哥哥是不是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女生？你很好。我听说周望哥哥有个前女友，是跟他同班的一个贫困生，当时死缠烂打才追上周望哥哥，后来好像是知道和周望哥哥身份悬殊，自惭形秽，所以就落荒而逃了。原来当年的我不仅是周望眼中凌驾的玩物，这些年还是荆州名媛们眼中的笑话。这是什么离谱的要求？我看他就是故意为难你。我担心万一他……这样，你就先给他找个相亲对象，先应付着他。等熬过这3个月，你和他大哥的合约也已经完成，欢欢的病也治好了。我和欢欢马上到家，回来再说。今天我给周望安排了相亲，对方是林家千金，你回去问问他感觉怎么样？周家如今不需要商业联姻，我作为周家长子，自然会维护周家的体面。周望他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行了，你弟弟都多大了还没动静？你要不想操心就算了。念念，停车！念念，念念，念念，难道又是我看错了？干妈，你是不是认识那个叔叔呀？不认识。走，干妈带你回家找妈妈去。走吧。大少，你慢点儿。哎呀，慢一点儿。不用你扶。哎呀。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大哥平时滴酒不沾，怎么今天喝成这样？我也不知道啊。刚听司机说，路上他遇到一个女人，然后他下车找，没找到，就这样了。女人？什么女人？念念，我妈，我大少进屋休息。哎，走吧。慢点。妈，大哥刚刚说的念念，是不是我这个闷葫芦大哥这些年心里头的白月光？什么白月光？那就是一段孽缘。我警告你啊，不许在你嫂子面前提起这件事。我上楼看看你大哥。许清河自尊心那么强，如果他知道周景行的心里有个白月光，肯定马上跟他分手。念念，
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如果你真的忘不掉他，那不如试着给彼此一个机会呢。我跟他不可能的，而且过了这么多年，没准他身边早有其他的女人。行了，一个臭男人而已，我没事儿，你快回周家吧，太晚他们会起疑的。徐清河，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天道好轮回？怎么，你遭报应了？当年父亲薄情，抛弃恋人的人又不是我，我能遭什么报应啊？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扎人者恒被扎之？嫂子，你知道我大哥当年有一个爱得要死要活的心上人吗？当年他们两个被迫分开，我大哥这些年一直在找这个女人，为此还不惜推掉了楚家的联姻，而你不过是他推掉联姻的一个工具人而已。你现在是不是特别难过，特别后悔当年抛弃了我？这话你之前不是说过吗？怎么又忘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也是心甘情愿被他利用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离开他。徐清河，你现在怎么这么恋爱呢？真的心甘情愿当一个工具吗？我喜欢，我乐意，不行。你真的把我前2天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你对周锦行这么情真意切，如果他知道你是一个假的女人，还是一个抛弃我的前女友，你觉得他还会要你这个未婚妻吗？徐清河，我的耐心真的要被耗尽了。他到底想干什么？明明之前还帮我，难道现在又想揭穿我？周望，清河，你回来了。阿姨好。刚刚你们叔嫂2人站这儿干嘛呢？就是碰到了，闲聊了2句。阿姨，这是什么呀？醒酒汤。今晚锦行公司应酬，喝醉了酒，我让人做了醒酒汤给他，谁知啊，他一口都喝不下去。不管周望想要做什么，当务之急就是先稳住周母跟锦行。交给我吧，我知道怎样做醒酒汤比较好入口。等我做好了，就给他送上去。哎呦，那辛苦你了。应该的。这是之前念念教我的方子，希望有用吧。周先生，我煮了醒酒汤，喝一点吧，明天会舒服些。谢谢。这汤是谁做的？这汤是谁做的？是我煮的。这汤有什么问题吗？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把芒果和柚子加到里面。这方子谁教你的？我闺蜜告诉我的。你闺蜜？她叫什么名字？我假扮名媛，在周家如履薄冰，一旦被揭穿，绝不能把念念牵涉其中。她是我在国外的闺蜜，叫薇薇安。薇薇安？不是她。张景行口中的这个她，难道就是
他这些年心中的白月光。周先生，先把醒酒汤喝了吧。好。清河不愧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通情达理又心灵手巧。锦行和她在一起，一定会忘记当年那个女人。看样子是该赶紧让他们结婚。哎呦，你这臭小子怎么也在这儿？吓我一大跳！快走，快走！昨晚周望去卧室，是不是想直接告诉周景熙，我是假名媛？周望，你发什么疯？许金河，你可真厉害！我爸妈现在被你耍得团团转，对你满意的不得了，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去准备你和周景行的婚期。你说什么？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你现在离嫁给周景行只差最后一步了，而现在唯一的变量就是我这个小叔子。你现在做梦是不是都想堵住我的嘴？是。这么嚣张，但是嘴长在我身上，怎么堵，你知道吗？周望哥哥，你离开后竟然没有尽头，为何爱来爱去都是错过？你的一举一动，会不会也只是种准诺？空缺的思念。这个混蛋！周望哥哥，林小姐，你来周家做什么？周望哥哥，是伯母邀请我来周家做客。你们先聊，我去准备些茶点。我昨天晚上也喝了不少酒，麻烦嫂子也给我准备一份醒酒汤，不然待会儿我真的怕我会胡言乱语。好，麻烦嫂子。叔嫂之间不是应该保持距离吗？为什么周望哥哥对这个嫂子这么轻蔑？青河姐姐，把汤给我吧。周望哥哥，我喂你。拿开，我不想喝了。怎么一大早这么大的脾气啊？昨晚喝了那么多酒，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妈刚才来找我了，想和你爸见一面，定一下咱们结婚的事，所以就看伯父什么时候方便。这些都是周家人的资料，你必须要熟背，明天不能发生任何意外。您放心，这资料我刚才看了，没多少词儿，我肯定背得滚瓜烂熟。等到了现场啊，那是倒背如流，张嘴就来。演员嘛，咱这都专业的。这是给你准备的衣服跟手表，明天就穿这个。好，哎呀，这一看这就是名牌啊！我看看。许清河，那不是周大少的未婚妻吗？听说周许两家明天就要会亲家了，他怎么和那样的人待在一起？一看就是底层军。
我就说之前的判断也没错，这许清河就是在假扮美女。之前你还有在周家颜面尽失，这一次我一定要当众揭穿你的身份，让你被周家扫地出门。来，请，来，哎，这些年呐，我一直在国外致力于学术研究。这一次呢，如果不是因为商量这2个孩子结婚的事儿啊，我也不会回国。学术啊，是你作为教授的工作和追求，我非常的理解。但这2个孩子的婚事啊，也需要我们做父母的操持。对。2家人这次见面会商量我们的婚期，我会尽量往后拖。如果日子一旦确定下来了，我们可以先假结婚。考虑到这件事可能会有损许小姐的名节，所以合约到期之后，我会付双倍佣金作为补偿。假结婚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周景行能够顺利避开催婚，等合约期后，我再也不用为未婚的治疗费发愁。妈，最近集团有几个跨国项目正在关键阶段，我们先不着急结婚。这工作什么时候不能忙？结婚成家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庆和，你觉得呢？阿姨，我觉得这个许清河根本就是一个假名人，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你们面前的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找来的演员。你说什么？什么演员？伯父伯母，昨天我亲眼所见，他和这个男人在一家咖啡店里，当时这个男人就是一身底层人的情谱。不信你们看。这……没想到楚小姐是先进罗衫再进人。我父亲醉心于学术研究，向来不注重穿着。今日若不是见亲家，他一向是怎么简单怎么来。对，我一直深耕在建筑领域，向来不讲究这些外在的形式，什么名牌啊、名表呀，从来都不在乎。没成想这回国之后，反倒成了面前这位楚小姐眼里的底层人了啊！亲家这是哪儿的话呀？清河的爸爸就是一心搞学术研究的教授，家风质朴，再无礼冒犯，我立刻让人把你轰出去。伯母，我没有胡说，这个许清河他真的有问题。他说他父亲是大学教授，如何证明他是教授的身份？我为什么要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证明我父亲的身份？许清河，别装了，你不能证明，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教授。清河，你也不想伯父难堪，这样，你把能证明伯父身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一下，一切就都清楚了。许教授，许教授，你怎么在这儿？这位就是凯悦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竟然是清河爸爸的学生。我刚刚路过，还以为我认错了呢。您桃李满天下，过去了这么久，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我是林木啊。前年去法国，我还去学院里面拜访过您呢，您忘了？哦，这位就是教授的女儿清河小姐吧？你好，许清河。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父亲他平日里接待的人太多了，这记性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没关系，在国内能碰到教授回国，我真是太高兴了。早知道我应该提前安排接待的。林木是吧？哎呦，想起来了！哎呀，这么久没见，没想到你也回国发展了啊！哎呀，你看我这平时学校里也忙，来拜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确实是没记住，你别见怪。没关系，在这儿能碰到教授，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那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哦，对了，这个呀是我的名片。哦，以后在国内要是遇到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好。行，徐教授，那我就先走了。好，慢走。不可能啊！他怎么可能是什么教授啊？好好的一场家宴，全都被你搅和了。身为楚家的小辈，竟然如此的无礼！从今天起，我周家会取消与你楚家所有的合作。伯父，这里不欢迎你，立刻给我出去！出去！真是不好意思呀，今天是我们安排不周，要不我们再另选时间商讨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那个是这样的，我学校呢任务也比较重，这次回国来呢，主要就是为了见一见锦行，确定一下我的宝贝女儿她没有所托非人就好。这你放心，锦行一定会好好对清河的。哎呀，清河这个孩子呀，打小就独立，我呢也尊重他的意愿，希望他未来能够幸福。我学校呢也忙，结婚这个事儿啊，就麻烦你们全做主，我可能就没有时间再赶回来了啊。好。今日表现不错，这是尾款。哎呦，谢谢徐小姐。哎，徐小姐，刚才那个林木，那是你临时加派的演员吧？哎呀，您太有先见之明了。当时那情况，我以为这就要穿帮了，没想到突然杀出来这么个演员，把咱们的戏全部都给接住了。他不是我临时加派的演员。不是，那他怎么会突然出现，不帮我们解围啊？哎，周少，我刚刚的演技怎么样？是不是吊打那些专业演员？上次我约你喝酒，直接被你放鸽子了。今天你一条消息，我会还没开完呢，直接赶过来给你救场。走闹，今天晚上这顿酒，你是不是得好好安排我呀？多谢了。行了，咱们这么多年朋友，跟我客气什么呀？不过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么些年，你既然这么恨你这个前女友，直接揭穿她的假名媛身份不就行了？干嘛还要帮她一直隐瞒啊？你懂什么？我这不是帮他隐瞒，而是为了好抓住他的把柄，方便以后慢慢的折磨他。行，你就嘴硬吧啊！我公司啊还有一堆事儿，我先回去了啊。
不管怎么说吧，今天这场戏呀，算是圆满收官了。今天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许小姐，下次再有需要，您记得联系我。那我就先走了。也许有，难道是周望？我在想什么？周望向来睚眦必报，他整天拿着我的假名媛身份当把柄，怎么可能暗中帮我解？喂，阿姨。清河，今天是我们招待不周，你这个儿媳我是认定了。等过2天荆州豪门宴会，你也来，我会当众公布，你就是我周家的儿媳。好。许清河，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喂，你说真的？你找到了许清河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好，我知道了。他果然是个冒牌货。荆州宴会的豪门权贵云集，这下有好戏看了。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希望今年的合作更上一层楼。好的，好的。今天是荆州各大家族联合举办的开春宴，这些年你刚好一直在国外，今天结识一些人脉，对你日后工作发展有一定帮助的。谢谢周先生。这就是锦行的未婚妻啊！不愧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啊！这气质，那真是秀雅端庄，与锦行啊，那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对。许清河，许清河，你就是一个假名媛。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楚晴，你想干什么？此三番的为难清河，我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才不为难你，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伯母，您先别着急，您知道，其实我一直都喜欢锦行哥哥。我今天来就是来揭穿许清河假名媛的身份的。他这是什么意思？我本以为上次楚小姐口不择言，在包厢被阿姨轰出去之后，能管好自己的嘴，没想到这么快就忘记上次的教训了。你，上次我确实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有本事，竟然还找了林先生来配合你演戏。不过，你以前的同班同学可都很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许清河，别装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进来吧。老同学，好久不见，真没想到你一个贫困生，竟然妄图假扮名媛，嫁进豪门啊！假冒名媛，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小姐，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大庭广众之下造谣诽谤，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许清河，身为骗子，你的心理素质还真是强大。连华大的校友站在你面前，你竟然还装作不认识。清河从小生活在国外，怎么会有华大的校友啊？楚晴，
我之前看在你是楚家小辈的份上，对你一再容忍。你要是再敢诽谤清河，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伯母，你们真的就被他给骗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媛，他在你们面前清纯的大家闺秀人设都是装的。当年和周望分手转学后，我申请隐藏过个人信息，楚晴可没那么容易查到。楚小姐，我知道你一直不甘心景行跟你退婚，选择我做未婚妻，但你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假装我的校友污蔑我。哦，原来是这样。楚小姐这手段也太下作了。各位，我真的是许清河的校友，我知道她当年舔过一个男生，而且还为那个男生怀孕生过一个孩子。什么？真的假的？这徐清河竟然生过孩子，未婚先孕！这周家未过门的少夫人在外边竟然有个小野种！你这太夸张了！清河，他说的是真的吗？离合约到期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绝不能功亏一篑。当然不是，叔叔阿姨，景行就是我的初恋，在这之前，我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许清河，你真是演技了得啊！为了嫁进豪门，不惜编造假身份，还不认我这个大学同学了。难道大学时你舔的那个男生，你也忘了吗？这么有鼻子有眼的，不会是真的吧？啊？你忘了？没关系，我来帮你回忆回忆。他就是一切都要结束。他就是他是谁呢？他是谁呢？许清河当年死缠烂打的校草，竟然是周家二少。造谣诽谤我们周家人，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周二少，许清河他就是一个骗子，你为何要包庇他？他是不是骗子我还不清楚。那你倒是说说看，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如果错一个字的话，你那没用的舌头就别想要。说呀！周家二少是京圈的顶级权贵，我绝对不能得罪。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说？是啊，该不会没有这个人吧？这根本就是个假的。楚小姐，我知道你因为景行跟你退婚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但你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众污蔑我。我个人的名声不要紧，你这是置周家的名声于何地？许清河，你还真是牙尖嘴利，明明就是你！够了！来人，把这胡乱造谣诽谤我周家的女人赶出去！从今天起，有我周家的地址，周家人一律不得入内。拉出去！伯母，我放开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不要被他骗了！清河，阿姨相信你，今天让你受委屈了。我没事，阿姨，就是突然被人无端的造谣一番，有些累了。好，那你先回去休息。周望，我们的孩子呢？他在哪儿？
没有孩子，当年那个孩子我打掉了。你说什么？周望，当年我才20岁，是你们眼里的贫困生，一分钱都要分成2半花。你觉得我能养活一个孩子吗？你做的对，那狗男人薄情寡义，他如今对你纠缠不清，就是不甘心当年被甩。他要是知道欢欢的存在，一定会利用欢欢报复你。我绝对不会让他知道欢欢的存在。周少，这是电脑的病诊记录。当年许小姐确实预约过流产手术，不过当时电脑系统好像出了问题，病人后续的就诊记录已经查不到了。周望，当年我才20岁，是你们眼里的贫困生，一分钱都要分成2半花。你觉得我能养活一个孩子吗？如果那时我就找到他，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他会不会选择留下那个孩子？生活总要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对不起，叔叔。这小孩怎么看起来这么熟悉？给你。谢谢叔叔，叔叔不仅长得帅，心里还善良。这朵花送给叔叔，希望叔叔能够开心。叔叔再见。如果当年那个孩子还在，也差不多像他这么大了。只要你说，我就可以带你到另一片海域。欢欢，欢欢，欢欢肯定又偷偷去玩了，你别担心。外面风大，得赶紧把他找回来。妈这不是你个渣男前男友？快把欢欢带回去。宝贝，你又去哪儿了？走吧，跟我回病房。我在想什么呢？刚刚那一刹那，竟然会觉得那个小女孩就是我跟许清河的孩子。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奇怪，妈妈和那个叔叔究竟是什么关系呀？走吧。你怎么会在医院？我就做一些常规的检查。周望，你到底要干什么？许宪汉，你当年做流产手术的时候，怕不？害
怕也是当年的事儿，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跟你大哥订婚了，我是你大嫂，还请你自重。不是，你是我的女朋友。周望，我们已经分手7年了，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一个合格的前任就该一辈子不再见。算我求你了，别再来打扰我了，行吗？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光，还是你徐清河，我失去方向，除非我死，否则我这辈子要跟你纠缠到底。站住！又去公司忙工作。自从宴会那天后，清河就身体不舒服，现在人在医院。你作为他的未婚夫，你关心过他吗？还不赶紧去照顾？清河是我的协议伙伴，家人又远在国外，我的确忽略他了。我这就去。你快点啊！终于把这个小祖宗哄睡着了，也不知道清河那边怎么样了。不好意思，真的是你，念念，我终于找到你了。哥，对不起，都是我，对不起啊！如果不是我非要邀请哥哥跟我们出海，哥哥就不会救我而死。我们分手吧。这只是个意外。我和你在一起，我会想起哥哥的死，很痛苦。求你了，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周锦行，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当年让你向我保证过，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念念，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比起见不到你，我更希望8年前那场意外是我死在海里，而不是你哥。周锦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念念，你别走，我宁愿你恨我，也不希望你再继续躲着我了。大哥，这个女人不是刚刚那个小女孩的妈妈，她是大哥的白月光。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现在没特意躲着你。我结婚了。你说什么？我说我结婚了。我现在有个女儿，孩子生病了，现在躺在病床上，我这是在医院陪护。我女儿要醒了，我得进去了。你心里明明还是放不下的，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今天告诉他，欢欢是我的女儿，他知道我已经结婚了，以后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大少，大少，哎呀，
自从医院回来，你就一直喝，这都3瓶下去了，你可真的不能再喝了，大少。王妈，大哥交给我吧，你先出去。好的，二少。给我。大哥，身为男人，遇事借酒消愁是最没用的。有什么难处你说出来，弟弟给你出主意。他结婚了，还有个女儿，我们之间没可能了。大哥，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就是为爱折服做小。我支持你把嫂子抢回家。胡说八道！我们周家向来作风严谨，最为注重礼节。我又身为周家的长子大少爷，我怎么可能去当破坏别人婚姻的小三儿呢？真不能？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又来了？我都跟你说了，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哎，念念，周锦行，我现在是个有妇之夫。我知道，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啊？二少，果然不出你所料，大少他今天来医院了。我大哥我还能不了解吗？他虽然是个闷油瓶，但是一旦认准什么事情，死都不会放手。二少，你不也一样吗？我不一样，我大哥那人道德底线太高了，让他当个小三，估计都不知道怎么当。而这方面，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把周锦协和那女人在一起的画面给我拍下来，然后发给我。早上医生说了，必须尽快给欢欢安排心脏移植手术。不知道周锦行有没有找到匹配的心脏源？笑成这样，他今天吃错药了。嫂子回来是来找大哥的，那还真是不巧。大哥终于找到他的白月光了，早上天还没亮就去幽会了。嫂子不信啊？既然他还没有回来，那我就等他回家。他是你的未婚夫，他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幽会，你居然一点都不生气？对啊，不生气，只要他还知道回家就好。我当年对你洁身自好，你都对我这么无情，凭什么对周锦行这么包容？当然是因为他比你值得。他现在一颗心全部扑在外面的女人身上，他比我值得。许清河，你是不信是吗？我现在就把他和发白月光的照片给你看。我说了，我不在意，我不在意他爱不爱我，只要跟他在一起的人是我就行。不是许清河，许清河，你马上就要被周锦行抛弃了。我告诉你，你到时候哭着喊着来求我，我都不可能原谅你。念念，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不劳你挂心。这孩子生病住院，孩子他爸呢？清河那个渣男前男友死了。那这些年是你一个人把孩子抚养大的？周锦行，你这是什么表情？我不需要你的可怜，我过得很好，我有闺蜜帮衬。周锦行，过了这么多年，你也应该结婚了吧？没有，我……大少，大少，夫人让我过来找您，她已经选好了几个结婚的日子，让你马上回家商议。原来马上要结婚了，
恭喜啊！出来的太久，我该进去了。念念，念念， Unbelievable！ 干妈，你怎么了？你看起来好像很难过。干妈才没有难过。干妈，好孩子不能撒谎的。清河，你下来的刚好，我正要去找你，来坐。清河，昨天我找大师选了个黄道吉日，大师说后天就是结婚的好日子，你觉得怎么样啊？终于要成功了，欢欢，妈妈马上就能救你了。伯母，这件事您找锦行商议过没有啊？我听说他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我怕他没有时间呢。这你放心，我已经打电话让他回来了。公司的事情再重要，也没有你们的婚事重要啊。夫人，楚小姐来了。你来干什么？我们家不欢迎你，是你自己出去，还是我让人把你轰出去？伯母，我今天登门就是为了给您赔不是的。之前都是晚辈不好，惹怒了伯母跟伯父，但请伯母看在楚家跟周家是世交的份上，别断了跟我们楚家的生意。你应该道歉的人是清河。嫂子，都怪我不好，是因为我太喜欢锦行哥哥，才做出一系列让你难堪的行为。对不起。清河就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名媛，你怎么能怀疑他的身份？虽然你和锦行一起长大，但锦行从小就把你当妹妹，这婚姻呀得看缘分。伯母说的是，我以后会一直当锦行是我的哥哥。嫂子还在怪我吗？嫂子还在怪我吗？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怎么会呢？伯母都不计前嫌，这点小事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哎呦，你这孩子呀，真是大度。后天我打算为你锦行哥哥和清河举办婚礼，到时候你和你爸妈一起来吧。与锦行哥哥结婚？许清河这个贱人凭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命？好啊，这可是能轰动整个荆州的喜事，我一定会到场。你真的要和他结婚吗？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回答我的问题，你真的要和周锦行结婚吗？是。徐清河，你知不知道，周锦行这些天根本就没有去公司，他一直在跟他的白月光在一块儿，他心里没有你，你们在一起根本就不会幸福。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明明知道，他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推掉和楚晴的联姻，你的身份是假的，你父亲是个演员。徐清河，你真的要和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这么假扮一辈子？那个教授是演员，我之前果然没有怀疑错。许清河这个贱人，不仅假扮名媛骗了周家大少，暗地里还勾引二少。明天的婚宴，我一定会让你从云端坠入地狱。帮我找一个演员。我的真实身份就只有你知道。如果你为了报复，想要我在你们上流阶层声名狼藉，那我无话可说。我怎么舍得让你背负骂名，声名狼藉呢？看来只能从我那个好大哥入手了。妈呢？
还不是去给你张罗婚宴去了？大哥，你真的要结婚吗？8年前，你和你的白月光被迫分开，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他们，如今他们孤女寡母就在医院，正是你趁虚而入、破镜重圆的好机会。但我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追求真爱怎么能是困扰呢？还是你真的要顺你妈的意思，娶许小姐？大哥，克己守礼没用，追求真爱得穷追猛打，不断进攻。有些人错过的就是一辈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放手。周太太的位置，这一生除了她，不会再有任何女人。你回来了，婚宴的布置我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会有服装师来家里为你和清河试订结婚的喜服。妈，跟清河的婚事我想取消。你什么意思？我终于又遇见他了。周金星，你疯了吗？当年他哥哥是意外身亡，和你根本就没有关系，可他父母却将这桩罪孽强加在你身上，以此威胁，就像2只贪得无厌的吸血虫。就这样，你还想和他在一起？我找了他7年，整整7年。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分开。除非我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儿子被一个女人毁了一辈子。与清河的婚宴，你必须来。马上就到吉时了，这臭小子怎么还没到啊？稳住，刚打完电话，马上就过来。金星，快过来！前面的流程我都省略了，赶紧举行结婚仪式，快！克己守礼没用，追求真爱得穷追猛打，不断进攻。有些人错过的就是一辈子。我跟清河的合约必须到此终止，一切都该结束了。我的好大哥，你可别让我失望，不然我一定会当众抢婚。诸位，今天这场婚礼，景星哥哥，且慢。伯父伯母，景星哥哥，在婚礼仪式开始之前，我想有个人你们必须要见见。带进来。哎，不是你们干什么呀？不是你们松，哎，不是，哎呀，你们松开！我今儿接这活就是个场外气氛组，群演。你们催婚我弄个宴会厅干什么呀？许小姐，亲家，你竟然是个演员！清河，怎么一回事情？之前你不是说你父亲是大学教授吗？怎么会是个演员呀？伯父伯母，这个许清河从一开始就是在假扮名媛。假扮名媛？真的假的？楚小姐都把她假父亲带来了，肯定是真的呀！哎呀，之前我真是被她端庄得体的样子给骗了。这个女人，她就是个骗子。二少，说起来，今天能看清许清河的真面目，还是多亏了您呢。要不是那天我看到许清河暗地里勾引你说出他找演员假扮他父亲的事，我们大家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许清河这个女人不仅假扮名媛骗了周家大少，竟然还在暗地里勾引周家二少，真是水性杨花，道德败坏。身份是假的，父亲是假的，这个女人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我那么相信你，做周家媳妇儿的祖传手镯都给了你，你竟然一直假扮名媛，将我们骗得团团转。我之前只当你是一个端庄得体的大家闺秀，
你竟然做出如此有辱我周家家风的事情啊！对不起，不是他有辱周家家风，而是我勾引纠缠他，因为他是我的心上人。你说什么？啊！爸妈，我实在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哥把她给娶走。许清河是我要娶的女人。嫂子，你长得好像我的前女友，她是不是骗子我还不清楚吗？那你倒是说说看，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如果错一个字的话，你那没用的舌头就别想要。周旺，你玩够了吗？我许星河这辈子嫁给谁都不可能嫁给你。清河，清河！哎，你哎呀！贾明媛的身份被拆穿，合约作废，那欢欢的心脏移植手术该怎么办？清河，别再跟着我，周旺，你到底在装什么呀？看见我贾明媛的身份被拆穿了，你现在心里应该很得意才对吧？高兴啊！你当不成我嫂子，我当然高兴了。周景行之前就已经答应要帮欢欢寻找心脏源，是你断了他的生路。清河，清河，你别走！你贪慕虚荣，想当周家的少夫人，不是只有嫁给周景行才行的。你要金钱地位，我可以10倍100倍的给你，你回头看看我行不行？就别逼我分你。清河，我看到你微信上给我发的消息，原本的计划都功亏一篑了。欢欢的心脏移植手术怎么办？欢欢不能出事，我会去求周先生，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去求他帮欢欢找到匹配的心脏。清河，我知道你很担心欢欢，但你现在的状态需要休息。欢欢那里我来照顾，等你休息好了，我陪你去找那位周先生。1加1等于2，1加2等于3，2加3等于5。欢欢，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叔叔一会儿进来陪你玩。好。周景行，一个要结婚的人甩下自己的未婚妻来陪前女友的孩子，你站道德吗？念念，我没有结婚，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这辈子除了你，我不可能娶任何一个女人。你什么意思？那天你家佣人明明说，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未婚妻，我跟那位小姐也只是合作关系，她是为我挡掉联姻的契约女友，而且现在我们的婚约也已经结束。合作关系，契约女友，不会这么巧吧？念念，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个人抚养欢欢很辛苦，我想当孩子的爸爸，咱们一起抚养他，好吗？你爸妈是不会同意的。只要你相信我，我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不好了，孩子发病了，需要立刻手术。欢欢，欢欢，妈妈来了。
坚持住，你不会有事的，妈妈不会让你有事的。清河是欢欢的妈妈。周先生，等我再跟你解释。清河，欢欢不会有事的。回家进行，必须马上手术，快！念念，清河就是你闺蜜，欢欢是她的女儿吧？周先生就是你的前男友？难道他就是你的那个相亲对象？周先生，对不起，我之前为了救我女儿，所以假扮名媛欺骗了你，算我委任。如果你后续要追责，我会按照合同进行赔付。但现在，我能不能求求你，救救我女儿？清河，你不用这样，我知道当初你也是迫不得已，不过你已经成功替我挡掉了楚家的联姻，我的目的也达成了。我会按照合同给你补齐尾款。至于欢欢的手术费，你不用担心。另外，我会尽快给她找到跟她适配的心脏源。谢谢，谢谢。就是我上一次给你发那个病历资料，尽快找到跟孩子匹配的心脏源。妈，你给我过来！怎么了妈？怎么了？现在我们整个周家都成了荆州的笑话，你却天天往医院跑，去陪你那个前女友。哼，当年他明明答应我，和你分手之后，这辈子都不再出现在你身边。你说什么？当年是你把温念从我身边赶走的，怪不得他这么多年一直躲着我，才一直不肯接纳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让他爸他妈那两只吸血虫，你和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没有温念，我才不会幸福。妈，这么多年我心里只有温念一个人。当初要不是你们把他从我身边赶走，我也不会抵挡联姻，去找一个契约未婚妻。什么契约未婚妻？你的意思是说，你和许清河，你们一开始只是合约关系？没错，她和温念是闺蜜，那个孩子也不是温念的，是清河的。她假扮名媛跟我合作，也只是为了给孩子治病而已。孩子？他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和谁的孩子？孩子？周望，当年我才20岁，是你们眼里的贫困生，一分钱都要分成2半花。你觉得我能养活一个孩子吗？所以当年他没有打掉那个孩子，那是我的女儿。什么？我有孙女儿了。清河，医生说心脏源已经欢欢成功配型，欢欢马上就能做心脏移植手术了。你别太担心，欢欢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念念，这些日子辛苦你了，都是你在医院照顾欢欢。你今天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她就好。好，那你有任何事情记得给我发消息。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欢欢是我的女儿？你配吗？不娶，有了孩子就打掉，生下来就弄死，你都忘了吗？周少，你那个贫民窟的女友要是怀孕了，你会不会娶她？不娶，有了孩子就打掉，生下来也弄死。原来当年你是听到了这些才跟我分的手。不然呢？借子上位吗？那我女儿还能活到今天吗？不是的，清河，这些话不是我当年的本意，我怎么可能不要我的孩子？够了！现在时间都已经过去7年了，你的解释没有任何的意义。周望，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
没有结束。徐建和，当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断崖式的跟我分手，丢下我一走就是7年。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你别想再把我丢下。建和，是我错，我早就该想到，以你的性格，怎么可能贪慕虚荣？为了钱，假扮名媛嫁给我哥，是我当年太幼稚。我要早知道那些话会伤透你的心，我一定不会用这种方式和家里做对抗的。你说什么？当年我爸妈逼文念离开我大哥后，他就一蹶不振。爸妈担心我会步入大哥的后尘，一直很关注我的恋情，但是我不想让他们逼你跟我分手，所以我录下了那个视频。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被你看到。千和，我真的非常爱你。如果我知道你当年怀了欢欢，我会立刻和你结婚，绝不会让你母女受一点委屈。爸爸，是我，欢欢，我是爸爸。你是爸爸，那为什么这些年你从来不在我们身边？因为爸爸是个笨蛋，当年想把妈妈藏在身边，爸爸用了一种很笨的方式，让你妈妈误会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对不起，欢欢，是爸爸太笨了，知道了这么多年。欢欢做错事，妈妈会耐心告诉欢欢到底错在了哪里，会教给欢欢该怎么改正。妈妈，你能叫爸爸一次吗？对不起，千和，是我当年的处理方式不够成熟，我理解你这些年对我的怨恨。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改错的机会？你先跟我说说念念跟你大哥之间的事儿吧。原来是这样，我只知道念念这些年一直放不下周先生，没想到他们居然有这样一段过往。我大哥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文念，也一直在找他。这一次也明确的和家里人说了，他们一定会在一起。周先生是个好人，念念这些年又一直喜欢他，如果他们就这样错过了，以后肯定会很遗憾的。你想撮合他们？对，我不希望念念以后后悔。她不仅是我的闺蜜，还是孩子的干妈，更是我的家人。我希望她能够找到幸福。好，我都听你的。这一次我们就帮我们那个闷油瓶大哥。你怎么在这儿？清河说欢欢正在做心脏移植手术，清河吗？清河吗？清河让我告诉你，孩子的术前检查已经做完了，手术成功率很高，让你不用担心。是他们，清河和我弟弟要撮合我们。其实我都知道了，当年你离开我是不想我被你爸妈影响，不过我已经给爸妈解释清楚了，他们知道是他们当初误会你了。我知道我们错过了很多年，你心里难免会有点顾虑，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愿意为止。周锦行，你不需要再等了。老婆，他们气氛到哪儿？谁是你老婆？你是我老婆呀！老婆！给我闭嘴！那什么，我那好大哥，以后好好跟我学，只有脸皮厚才能成为老公。
对吧？你那都是些流氓招数。没想到啊，日盼夜盼，今年真的有了个大孙女。是啊，听清河说，欢欢手术很成功，已经彻底痊愈了。好。哎呦，这他们两对怎么还没到啊？你才刚去门口看过，你急什么呀？这不是等不及想见他们了吗？你说温念会不会记恨我以前逼他和景行分手啊？怎么会呢？现在误会啊都已经解开了。再说当年你也是为了景行，温念是个好孩子，他会理解的啊。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哎呦，小宝贝儿！哎呦，奶奶的大孙女啊，你可算是回家喽！快，好。这是奶奶给你的红包，虽然是新年年尾，但红包也能辟邪驱祟，保佑平安。来，这是爷爷啊给你准备的红包，拿着。谢谢爷爷奶奶。好。哎呦，爸，妈，伯父、伯母，没想到啊，你们分分合合，兜兜转转，还是在一起了。爸，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和我哥可没和我们的初恋分过手，我们那叫历经磨难，终于修成正果。这马上要一起准备婚礼了，两位儿媳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爸妈，快，改口费。谢谢。哎，小宝贝儿，哎呀，爷爷抱抱。